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一片哗然声中，中国经济遭遇了重创。就在昨天4月3日，全球权威评级机构惠誉突然祭出大招，将中国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A 加一刀砍至 A。这一重磅消息犹如平地惊雷，震惊了整个国际金融界。更让中国当局揪心的是，这次评级下调竟然发生在川普宣布全球性关税的第2天，这一时间点实在是太微妙了。要知道，川普的新关税政策直接将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率提升至惊人的 54%， 这无疑是对中国出口经济的沉重打击。惠誉在其报告中毫不留情地指出，此次降级反映了中国公共财政持续恶化以及公共债务在经济转型期间快速上升的预期。数据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显性债务占 GDP 比重将从2024年的 60.9% 飙升至2025年的 68.3%， 并进一步暴增至2026年的 74.2%。这与2019年的 37.9% 相比，简直是灾难性的恶化。更糟糕的是，中国整体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预计将从2024年的 6.5% 扩大至2025年的 8.4%。这意味着中国政府的钱袋子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掏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更是直言不讳地警告，中国债务风险已经到了临界点，若不采取果断措施，将面临系统性金融风险。来看看这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统计，中国非金融部门总债务已经飙升至 GDP 的 300% 以上，这一水平远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经济体。其中，企业债务占 GDP 的比重高达 165%， 居全球之首。更要命的是，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可能高达7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 GDP 的 60%。惠誉降级的当天，衡量中国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的信用违约掉期成本立即飙升至2个多月来的最高水平。这意味着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债务的担忧程度大幅上升，他们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才愿意持有中国债券。华尔街知名投行高盛在最新报告中指出，自2023年底以来，国际资本已经从中国股市和债市净流出超过900亿美元。这一惊人数字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普遍悲观情绪。更雪上加霜的是，据知情人士透露，另外2大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和穆迪也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如果他们跟随惠誉的脚步下调中国评级，那么中国将面临3大国际评级机构的联手唱空，这对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将是致命打击。就在惠誉下调中国评级的前一天，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全球实施新一轮关税，其中对中国商品加征了 34% 的对等关税。加上之前已经生效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总体关税税率已经高达 54%， 这一数字简直令人窒息。更聪明的是，川普这次还堵死了中国通过东盟国家转口美国的通道。根据最新政策，越南产品面临 46% 的关税，柬埔寨为 49%， 泰国则为 36%。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想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规避美国关税的路子彻底行不通了。瑞银的分析师在最新报告中警告，美国的对等关税可能使中国2025年的出口增长减少惊人的5个百分点，并将年度经济增长率拉低 1.5个百分点。这对于本已疲软的中国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为4324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16.4%。如果按照保守估计，
新关税导致中国对美出口下滑30%，那么中国将直接损失近1300亿美元的出口额。这对于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中国有约400万家出口企业，其中对美出口企业约150万家。业内专家分析，如果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持续下去，至少60万家中国企业将面临倒闭风险，这意味着至少1800万就业岗位将受到威胁。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企业的利润率本来就在不断下滑。据统计，202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 5.8%， 远低于2017年的 9.2%。如此薄弱的利润空间，根本无法消化 54% 的关税上涨。某知名外贸企业负责人表示，现在的情况比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时还要严重。那时候我们还能通过东南亚转口来缓解压力，但现在连这条路都被堵死了。我们公司今年可能要裁员 50% 才能勉强生存。中国经济的另一大隐忧是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 9.6%， 这已经是连续第11个季度下跌。更触目惊心的是，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已经从高峰期的每年14万亿元人民币萎缩至不足8万亿元，下滑幅度接近 50%。而房地产相关产业占中国 GDP 的比重高达 25%， 这意味着中国近1/4的经济活动正在遭受重创。贝莱德的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可能将持续10年之久，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长期拖累。摩根士丹利更是预测，2025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将进一步萎缩 15% 至 20%， 这意味着房地产行业的寒冬还远未结束。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银行业的风险也在快速积累。据中国银保监会的数据，2024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2.1%， 但国际投行高盛的研究却指出，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中国银行业的实际不良贷款率可能高达 8% 至 10%。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正在快速上升。据估计，这些融资平台的总债务规模高达5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面临还款压力。穆迪在最新报告中警告，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正在上升，这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除了短期经济困境外，中国还面临着严峻的长期人口挑战。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780万，死亡人口为1125万，人口自然减少345万。这已经是中国连续第3年出现人口负增长。更可怕的是，预测显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20年的 9.9 亿人下降到2050年的 7.2 亿人，下降幅度高达 27%。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快速老龄化问题，这将进一步拖累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面对惠誉的降级，中国财政部迅速作出回应，称惠誉未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政策效能及国际市场认可度，下调有失偏颇，不予认可。然而，这种强硬表态在国际市场看来却显得苍白无力。亚洲金融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因为被圈养，都成了废物，没有一家有国际话语权。更讽刺的是，就在中国财政部抗议惠誉降级的同时，中国国内的主权评级仍然保持在 AAA 的最高级别。这种明显的双标让国际投资者更加质疑中国评级体系的可信度。随着惠誉下调中国评级，
加上美国高关税的打击，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将2025年中国 GDP 增长预期从 5.2% 下调至 4.6%， 而高盛更是预测中国实际增长率可能降至 4% 以下。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内需不振问题依然严峻。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2.8%， 远低于疫情前 6% 至 8% 的正常水平。这表明中国消费者信心依然脆弱，难以支撑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空间也在不断缩小。在债务高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难以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那样大规模刺激经济。而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政策也限制了中国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因为这可能导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惠誉下调中国评级，加上川普的关税打击，无疑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在进入至暗时刻。面对债务高企、出口受挫、内需不振、房地产低迷等多重挑战，中国经济的未来道路异常艰难。国际投资者正在用脚投票，减持中国资产并转向其他新兴市场。如果中国政府不能采取果断的改革措施来提振市场信心，恐怕中国经济的困境将会进一步加深。